游戏机联机加速不丢包，用奇优联机宝。全宇宙的华人玩家们，你们好，感谢收看就知道玩游戏，我是聂俊。这一期节目其实非常纠结啊，非常难做的一期，因为我们上一期刚刚聊完了《荒野大镖客2》啊，也叫《碧血狂杀》这个品质超高的开放世界游戏，并且给了很大的褒奖，特别是对它的细致入微、无比真实的世界的营造能力表示了顶礼膜拜啊。然后呢，这一期我们就要接着聊另一个开放世界游戏，而这游戏呢是我们自己的武侠游戏。河洛群侠传，所以难就难在这里啊！我知道这两个游戏的量级差别太大了，不能直接拿来做对比。但是同样是开放世界，同样是想还原一个有着更加丰富体验的世界，同样是两个国家自己特有的一个时代。所以呢，我们当然不会直接对比啊，这不公平也没意义。但是我们却也同样期待着河洛群侠传在自己这个量级里面，能不能给到玩家同样鲜活、同样丰富的武侠世界的体验呢？毕竟这在河洛之前的游戏，在武侠游戏这个范畴里，这个系列都是佼佼者。然后在开始之前呢，要稍微感谢一下 WeGame 以及河洛工作室提前提供游戏给我们先睹为快。现在 WeGame 上可以买到了是吧？可以了。那先睹为快嘛，也就是说还没有发售的测试版本，我们就开始尝试这个游戏了。也就是说，那时候的游戏体验肯定比现在更加糟糕。现在经过了几次大的更新，已经好了不少了，但是仍然还不够。所以如果想支持这个游戏的，记得关注更新的进度啊。随着《侠客风云传》和《侠客风云传前传》的推出，国内玩家对武侠游戏的记忆似乎又被重新唤醒了。大家少有的不再抓着落后的画面说这说那，不再挖苦式的拉帮结派互相斗争，只是安静快乐的享受游戏。有那么一个瞬间，这个百家争鸣、妙趣横生，没有干巴巴的表现力，没有 get 不到的情怀，靠趣味、靠文化、靠游戏性就能让人心甘情愿表达赞赏的往昔，似乎又回来了。然而说1000道1万，只有这样当然还是不够的啊！无论我们如何醉心于群侠传的世界，每个玩家心底都还是知道，这并非工作室的全力以赴。试水的标签如此显眼，谁都无法视而不见。我们渴望着更好的内容，也期待着河洛可以更进一步。所以从2014年河洛工作室正式宣布重组的那一刻起，一款正统、精品、承上启下、毫不妥协，能够完全彰显河洛精神的作品，就成了无数玩家翘首以待的未来。只可惜如今看来，这条路似乎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平坦了。4年来一路高歌猛进、有惊无险的河洛，终于还是迎来了重组之后的最大危机。而这场危机的载体，正是我们翘首了多年的那个未来——河洛群侠传。就我个人而言，我可以毫不掩饰地告诉你们，我对这款游戏的期待没有商业运作，没有情怀加成，而是实打实的想要一款好游戏的那种期待。甚至于早在游戏发售之前，就在脑里构思了许多我想对这个系列说的话，也思考了很久如何向别人安利这个游戏。哪怕它的发售日期和大表哥2靠得如此的近，我都还是打算双管齐下。然而随着游戏的发售，计划乱套了，一道名为技术力的巨大鸿沟，硬生生的将我和无数玩家的热情挡在了门外。虽然我知道直到这个视频完成为止，河洛工作室也依旧在加班加点的为河洛群侠传制作优化补丁，但我还是要负责的并且无奈的告诉你们，河洛群侠传的优化问题真的很大，后期能改善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也不敢打包票。如果你观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游戏已经 OK 了，那自然最好，但对于和我一样经历了首发的玩家来说，河洛群侠传的各种问题真的让人抓狂了。最突出的自然是硬件上的优化，也是网络上大家抱怨最多的卡顿。河洛群侠传的卡顿和一般的优化差还不大一样啊，因为一般优化再差，用性能还是可以怼过去的嘛。比如说15年的 PC 版的蝙蝠侠阿卡姆骑士，就因为优化太差被迫下架回炉。可就这样严重的问题，只要电脑配置够厉害，还是可以硬着头皮玩的。但河洛群侠传不一样，显卡强没有用， CPU 强也没用，哪怕调最低画质都收效甚微，因为它的问题出在玩家最没有办法的内存管理。游戏中只要遇到了需要加载的东西，就会伴随着卡顿，移动会卡从高处掉落会卡，进入战斗会卡，剧情演出会卡，在户外会卡，
在室内会卡，包括很多人抱怨为什么呼出 UI 也会卡，整个游戏都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卡点节奏。玩久了，关了游戏之后，甚至觉得这个世界都有点卡卡的啊！就算插上了奇游联机宝也没有用，原因就在于这些行为都要加载内容，卡顿的程度按照你需要加载的内容的多少而不同，以至于后来游戏内部的小贴士都将优化内存的计划直接标注了出来，并建议玩家重启一次游戏。游戏内部的小贴士啊，官方的呀，提醒你要重启一次游戏啊，这不是假惺惺的说要休息10分钟，而是要求重启游戏。这句官方的提醒估计都可以载入游戏史册了。所以网络上很多首发玩家给游戏差评，真的不是在找茬。你说谁遇到这个还能不生气呢？我们在公司用 i7 8700 RTX 2080 16G 内存玩这个游戏，性能要是敢说不够，信不信老黄丢核弹炸死你们？可就算核弹又怎么样？煤气灶又怎么样？日腾讯2080又怎么样？该有的卡顿照样有。我甚至一度怀疑自己是不是开了极限啊，颇有一点当初泰坦陨落6的气势。河洛群侠传这期视频没有第一时间出，一方面是游戏玩起来确实花时间，但更重要的是，其实是我一直在等待官方解决优化问题。毕竟画面不好，我们可以聊游戏性；游戏性不好，我们可以聊故事；故事不好，还可以探讨一下背后的设计理念。但优化不好，处处卡顿，一个无法保证基本流畅的游戏，又如何能打动别人呢？说句实话，哪怕像我这么期待这游戏，还做好了忍受一些缺点的人，也会在卡顿面前萌生退意啊。当然，前阵子的大型更新之后，游戏的表现确实已经有所好转，但注意我的用词啊，是有所好转，不是彻底根治。如果特别介意这方面的，那最好留意官方的更新公告，等到更稳定的版本之后再入手本作。其实对于河洛群侠传这种游戏，不否认我会对它抱有更宽松的态度，即便很多人会说我们偏心。不过我们身在这片土地，身在这个环境，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有着从小憧憬的武侠，但同时却经历了其他国家没有的烦恼，感受着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对游戏行业的打击。我们当然会有这样的偏心，但这次真的让我意识到了技术力的差距，以及它连带的问题已经比我们想象的更加严重。这也是为什么我宁愿劝退一大波人，也要把优化问题首先搬出来。在糟糕的游戏体验背后，河洛工作室的问题实际上也是无数类似团队的问题。想要证明自己不安于现状，固然是难能可贵的品质，但量力而行，保证玩家的感受同样至关重要。河洛群侠传最初打算按照侠客风云传前传来开发，后来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徐昌龙最终改为无缝开放世界的开发方向。这对什么都不知道广大玩家来说，自然是振奋人心的消息啊，这当然包括我在内。但是仔细想想，事情哪有那么简单呢？首先，河洛对开放世界的经验约等于0，这也是本作最初并没有打算做成开放世界的主要原因。而且游戏采用的 Unity 3D 引擎也是对开放世界很不友好啊。相比我们熟知的那些引擎，比如 Unreal、寒霜等等， Unity 3D 的执行效率天生就相对处于劣势。同样的场景，同样没有经过额外的优化， Unity 3D 执行起来本身就比 Unreal 要卡顿不少，更别谈开放世界这种需要实时动态加载的游戏形态，而且还是一群缺少经验的人从头自己钻研、自己学习，使得河洛团队在攻克开放世界的可行性上就花了半年多。可能会说，凡事总有第一次啊，不钻研怎么学得会呢？是的，这当然是对的。徐昌龙敢选择这么不理智的方案，恰恰正是他理想的体现。可河洛作为一家公司，没有那么多储备资金，看一下河洛群侠传的人员列表，就不难发现参与开发的一共也就30几号人。事实上，这基本也是河洛整个团队的人数啊。而且游戏的开发周期只有大约2年时间。更惨淡的是，在河洛群侠传上市之前，在徐昌龙自己都知道游戏还有无数细节没有打磨的情况下，他们还不得不将这30人中的大约10个人调度到另一款游戏的开发之中。其中的原因大家不难猜测啊，公司需要运转，游戏不能无止境的开发，所以转了一圈，技术力不足虽然要命，但随着技术力不足而导致的开发进度拖慢，最终严重缺少打磨时间，才是河洛群侠传的命门。不信大家看看 ，bug 多到连玉璧都要跪下来喊一声。开个 UI 都卡顿，堪比早期的安卓系统。人物的音量不统一，瞎站那边干什么？室内战斗糟糕的视角让我想起了俯视角的美好，音乐瞬间切换，唐突生硬，尴尬又失礼。而在莫名其妙出现的音乐下，是严重缺失的互动音效啊，走路没有声音，采集没有声音，干啥都没声音，静悄悄的，甚至诞生了卓别林无声喜剧的喜感。至于呢，游戏发售2-3天之后才从 Windows 鼠标换成了游戏内专属鼠标图案等细枝末节的问题，更是哭笑不得啊！哦，原来还有专属鼠标图案啊！
这些无一不是游戏没有经过打磨的表现。很显然，不是河洛不知道这些问题，而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解决问题。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哪怕我现在把这些告诉你，又能如何呢？玩家们或许会同情开发者的处境，但玩家们绝对不会轻易忘记自己受到了伤害。就像无人升空可能已经通过更新改头换面了，但他在有些人的观念里可能一辈子都是差评。无论出于什么原因，玩家对厂商要承担的风险是没有义务的。先发售后优化的模式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鼓励。对于河洛群侠传来说，问题既然已经发生了，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只希望河洛可以把自己该做的都做完，给玩家一个交代，也给自己一个交代。而对于其他类似的团队来说，我想说，追求进步、寻求突破，并不代表的只能往前猛冲，养精蓄锐、知难而退，同样需要勇气。正因为我们的技术力不及别人，就更需要为自己省下足够的时间来缓冲。20多年前的辐射、博德之门等游戏，在技术力上，我们现在肯定比这些游戏强，但游戏设计的理念却依然值得学习。就连强如黑曜石工作室，在面对无法掌控的技术面前，依然选择把永恒之柱做成这么古老的样子，而换来的游戏性和设计理念的进步，是实打实受到了一致好评。毕竟公司输出的是产品，玩家看到的是结果。没有人会因为公司花了200%的努力，学来了50%的东西而开心。消费者在意的永远是那理所当然的100%。诚然，河洛群侠传不论卖相还是细节体验都会让人心生不爽，但该劝退的也都劝退了。如果你还愿意往下看，那我们就抛开现有的成见，谈谈我对这款游戏本身的感受。虽然这么说你可能会不相信啊，但是我确实是对了这个在忍受着无尽的卡顿的情况下，体会到了不少来自游戏本身的乐趣。我难道对游戏没啥要求吗？不，当然有要求。我会嫌弃河洛的画面太过辣眼，我会在游戏卡顿的时候气到跺脚，我会在打开大镖客2之后感叹这两个游戏根本不在同个宇宙啊！可我还是忍不住去游玩河洛群侠传，因为现在真的很缺少这种能够让玩家以现代人的视角去感受传统武侠文化的游戏。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武侠这个题材虽然没有落寞，但其实已经远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普及了。我们经常吐槽国内游戏动不动就武侠，但更多的其实是仙侠，尤其是单机，基本都被玄幻、仙侠这类统治着，或者披着武侠的外衣，本质却不在武也不在侠。就在不久前，我们做了太武绘卷的视频，在里面我无意中说了一句，这个视频不是为了推广，纯粹只是为了武侠而做。想不到在我们视频发出来后的第2天，金庸老先生离世了，我们被迫蹭了一个非常不希望蹭的热点。然后我和个90后的朋友聊起了金庸大师的离世，然后惊讶地发现他基本就没有接触过金庸的作品，甚至连电视剧都只看过一部《射雕英雄传》。我说东方不败，他也只是听过这个名字，不知道具体是谁。反而他特别感到意外，我为什么会这么了解武侠，看过这么多作品，觉得我很硬核。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根本不算什么硬核武侠迷。我对武侠的这些了解，完全都是成长过程中自然而然吸收到的。在我的记忆里，文学、电视、电影、游戏，当年的任何个娱乐项目里面，都有着传统武侠的身影。我一度认为，那些陪伴了我们这么多年的英雄豪杰，应该是家喻户晓的。但现在，我似乎感受到了武侠正在从一个江湖、一个故事、一个个具体的人名，慢慢简化成了一种符号，就像中国的4大名著那样。现在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记住4大名著这个符号，却对里面的具体内容不感兴趣。而传统武侠现在也经历了这样微妙的变化，金庸电视剧的翻拍从未断过，质量和口碑却越来越差。今年的一部《新笑傲江湖》更是想出了新境界，逻辑搞笑，剧情乱改，不知所云。和我们这些老武侠迷骂过、指责过后，接下来的新生代还不得看这些剧吗？这背后展现出来的不仅是电视行业的混乱，更是武侠题材不再受到重视的现状。影视创作者们觉得还原原著的价值还不及娱乐大众来的实际，于是才会有胆量去挑战底线。所以在理清了这层状况之后，我对河洛群侠传的情感就变得具体起来了。因为他没有选择自作聪明的去挑战经典，无论是好的部分，还是那些现代人看起来时代感太强的部分，都尽量完整的保留下来。与此同时，又为这个世界加入了第3者，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少年小虾米。这样的开场或许很套路，很不武侠。22年前，小虾米出现在金庸群侠传的世界里时，他的任务可能也仅仅是将一场梦幻的武侠之旅变为可能。但22年之后，同样的穿越，同样的荒诞，却让他成为了现代玩家与传统武侠的那个交集。毕竟时代确实在前进，
想让现代人毫无保留地接受所有传统的东西，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文学造诣上超越前辈的话，那创造一个第三者，让他来代替我们的眼睛观察这个武林，让他在正儿八经的大侠们用拐弯抹角的对白互相交流时，毫不客气地打破尴尬，直击重点，让他在 NPC 大放厥词时放下风度，还嘴回去，让他在阴险小人向你灌输邪门歪道时来个口是心非，阿谀奉承，让他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礼节面前满不在乎地捅破那层窗户纸。这种体验实际上非常有趣啊，因为它的核心在于游戏并没有在武侠的设定上做出妥协，草菅人命的恶徒，利益熏心的帮派，刚正不阿的大侠，不肯听话的小姐姐，我们熟知的那些门派正与邪的勾心斗角，打不完的民族战争，管不完的同门相残，看不穿的佛门真理，望眼欲穿的绝世武学，这些传统没有改变，它们存在于游戏之中，并等待的小虾米用现代人的观点去审视它们。当然也会有人觉得这样的武侠是不是太严肃了，或者小虾米那动不动蹦出来的现代吐槽是不是打破了传统武侠该有的神圣呢？对此我有完全不同的看法。在我看来，小虾米和整个故事的关系正像弹幕文化中的弹幕与视频，他们互相依存却互相独立。武侠世界作为视频输出着只属于自己的文化，小虾米作为弹幕也留下了只有我们现在人才看得懂的印记，而玩家就是坐在显示器面前观看视频的人们。对于我们这观众来说，适量并且有趣的弹幕不但不会影响视频的品质，反而还可能是我们迫切需要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小虾米就是我们的传话筒，他说出了我们一直想说的那些话，完成了我们一直想要完成的那些事，从而在我们内心深处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认同。而且有趣的是，尽管《河洛群侠传》的表面如此简陋，但游戏里的开放世界倒也不全是形式主义啊。在这个世界的丰富程度上，河洛工作室的强项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设定细腻并且数量繁多的事件遍布地图，这个我是真的没有吹牛啊。河洛群侠传的任务真的是特别的多，也没有重复，这点就算和《荒野大镖客2》对标起来也丝毫不心虚啊。可能会在路上遇到一个垂死之人，告诉你个口令，要你去找某某人。可能某个村口的石头上站着一个怪僧，宣称自己亲手杀了一家13口。可能某个商人的真实身份是朝廷派来的密探。可能在桥边偶遇一个想要从良的恶人。可能睡个觉就被房顶上的小偷偷了个精光。可能吃个饭就被别人下药放倒。可能济世救人的大神医曾经也因冲动滥杀无辜。可能某处的蒲团下面藏着一本武功秘籍。可能深山老林间一个垂钓之人背后又是一段曲折离奇、令人唏嘘的江湖恩仇录。这些事情不只是游戏为了延长游戏时间，为了让地图看起来有事可做而设计的，更是一个个或长或短的完整的故事，是这个武林的组成部分。毫不夸张地说，河洛群侠传的任务体系就像河洛工作室的其他作品那样，会让你感觉整个游戏的经费全花在这里了，什么地点、什么样的时间会发生什么事，全都安排得明明白白。抛开技术力的巨大差别，这谈任务的丰富程度的话，甚至可理解为低配版的大表哥2啊。看得出来，制作组确实想将《侠客风云传》里那种江湖的生态搬回到开放世界里去。只不过比较可惜的是，由于本作缺少时间打磨，任务列表的设计不但简陋，任务的历史说明也写得时好时坏，查阅起来很不方便啊，甚至会不知道从何下手。如果任务符合常识那还好啊，比如听别人说这里晚上几点过后会有采花贼出没，那么你夜里几点过来都行。但是有些任务的触发条件就很为难人了，规定的地点、规定的时间段，然而最关键的提示却少得可怜，就好像没有手机的时代，跟人出去玩，约好了见面地点，却忘记约好了时间，很容易让人玩着玩着就默默打开了攻略啊，体验的连贯性有待加强。不过河洛团队的游戏有一个特点我很喜欢那就是他们并不回避制作十恶不赦的反派，也不害怕将文化中残酷的一面展现给玩家，这是许多游戏都没有做到的。在他们看来，似乎坏人就一定要有苦衷，他们的身世就一定可怜吧唧，搞得人人都能洗白，世界永远都有爱。哪怕是那些从头坏到尾的角色，发起狠来也就这个样子，好像一个过度溺爱孩子的母亲，生怕玩家接受不了刺激。当然，我并不是在否定这种角色的定位，只是在否定滥用他的这种行为。事实上，河洛群侠传中也确实存在了许多洗白，但他同时也没想要对这些坏人该做的事情遮遮掩掩，甚至很多支线里也没有将好人坏人分得很清楚。这个时候就要玩家依靠自己的行为准则了，好人也好，坏人也罢，都要自己做出选择。而河洛群侠传在传统的正道和邪道人格基础上，又加入了倦和狂两个评判标准，用来区分玩家平时的行为是毕恭毕敬还是狂妄不羁。这对玩家的束缚其实意外的比正邪还要明显因为好人坏人嘛，
总要做出一些明确有结论的事情才会有影响，但处事态度却是很多日常小细节、小对话能体现的。回到游戏里，不同人物的走向自然也会影响玩家的机遇。你能照顾到哪些队友，可以遇到哪些支线，能够通过哪些方式完成支线，可以触发什么样的结局，更加适合修行什么样的武功心法等等，都会随着玩家的性格倾向慢慢形成一个路线，最终改变你的游玩方式。这对玩家来说，同时也是融入游戏世界的过程。玩家从最初穿越过来的第三者，到了解这个世界，再到被这个世界所改变，整个游戏的体验也会从现代人的武侠、别人眼里的武侠、传统文学中的武侠，慢慢蜕变成属于你自己的武侠。这正是《河洛群侠传》最让人着迷的地方。不是扮演一个别人强加给你的翩翩君子，不是非得为每一个不平拔刀相助，做你想做的人，练你想练的武功，结识你认同的伙伴，以一个旁人的角度看看传说中的武侠世界，然后再尝试的在这段传说中找到一个栖息之地。河洛游戏的这些特点，从中国武侠游戏诞生之初就属于非常特立独行的，就算直到现在能做出这样复杂生动的武侠世界的游戏依然稀少，配上还算过得去的画面，还算有趣的战斗，非常有趣的剧情和系统。河洛这款《河洛群侠传》应该是现在综合起来表现最好的武侠世界。前面2期我们聊过的太武绘卷，虽然它所营造的武侠世界也非常鲜活，也非常有呼吸，也非常随机多变，但是过于繁琐的设定让游戏容易分散玩家的情感，玩到后面已经失去了侠义的基础品德，导致大多玩家为了获得更强的人物，都干着偷鸡摸狗、行为放荡的事情。而过于简陋的画面也让没有足够想象力、没有足够自嗨精神的玩家感受不到这个世界的真实。而《河洛群侠传》虽然丰富程度不如太武绘卷，但是综合起来，一个游戏该有的方方面面都做得不错，同时也保留了足够高的自由度和随机性。因此综合起来，它更像是一个可以游玩的游戏，更适合普罗大众。只是可惜，这个游戏明显还没有做完。希望接下来的时间，河洛能够完成这个本该更完整的武侠。这次的尾巴拓展话题，我们来聊点技术项的，同时也会涉及到上一个视频《大镖客2》。这次来聊聊开放世界和海量的细节有没有意义。这或许是《大镖客2》所引出来最近最火的话题。不过我认为这次的话题其实不算争吵，而是一次有趣的讨论。我在这表达下我的看法，供大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次河洛选择做无缝开放世界，从技术上来说，一定不是个正确的决策。这意味着要面临大量毫无把握的困难和挑战。但是其实从各方面来看，不管是对游戏玩法的重点，还是我们对这个游戏的期待，其实都并不需要开放世界。这么做完全是多余、不实用、没有实际价值的做法。用一般的话来说，就是华而不实。河洛选择做无缝开放世界有没有意义，和 Rockstar 做那么多细节有没有意义，是同个问题。把细节做了这么多，有什么用呢？不就是钱堆出来的吗？实际的游玩体验不还是那样，根本没有啥创新嘛。先不说大镖客2好不好玩，毕竟还是很多人包括我觉得这个游戏好玩的不得了啊。但是看得出来，不管是河洛选择做无缝开放世界，还是 Rockstar 选择用最大能力堆细节，这些看似华而不实的东西，都会引起很多人的怀疑。毕竟这些东西并不能直接提升游戏的乐趣。但是这些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吗？我的观点是，不仅有意义，而且意义非常大。而没有意义这个想法，当然也没错，但只停留在现在这个时间段。这其实和引力波和我们有啥关系？没有意义。大型强子对撞研究和我们有啥关系啊？没有意义。中国花巨资搞的 Fast 天眼和我们有啥关系啊？没意义啊。等等想法是一样的都没有想到这些无意义的东西在未来的作用会是巨大的。或者换个角度来说，不管未来的人就是我们自己。但是现在我们生活中很多不可缺失的东西，比如网络、电脑、手机，各种高品质的生活，其实在过去可能都是华而不实、无意义的研究。举个例子高锟教授在发明光纤的时候，当时就有人嘲笑，我们有需要那么高速而成本也那么高的传输方式吗？电波传输已经足够全世界人信息通讯了。而事实是，光纤在现在来看，多快都不够快曾经也有人认为，用闪存芯片做信息存储，这么高的成本和这么差的稳定性，换取了高速的存取速度，有意义吗？没有人需要这么快的速度而现在来看 ，SSD 是多么的关键更基础一点，量子物理刚刚兴起的时候，也有人质疑研究这么微观、虚无缥缈的东西，真的有意义吗？
而事实是，现在我们每一台电脑、每一个手机都应用了量子物理，甚至连激光打印、条形码、硬盘、液晶显示、GPS 定位等等生活中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东西，都是量子物理研究的副产物。因此，其实每一次看似无意义的追求，实际上都会给未来带来巨大的提升，都会有许多副产品被下放到民用领域，给生活带来便利。汽车行业一直在研究陆地上最快的汽车，尝试突破时速500、800、1000公里，这看似也没有意义啊，也受到很多人质疑，谁会实际跑那么快呢？但是这些质疑没看到的是，这种追求所附带研究的散热模块、刹车模块、钢体结构、挡风玻璃、轮胎等等一系列副产品，都会下放到民用领域，成为更加安全、更加舒适的汽车的基础技术。那回到游戏啊，现在很多人在质疑，别说《河洛群侠传》了，就算整个行业，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开放世界游戏吗？但事实是，开放世界所附带了很多技术，动态天气、动态光影、更复杂的交互系统、更优秀的内存管理、更便利的脚本编辑、更灵活的地图工具，以及技术人员的储备、复杂项目管理的经验等等，许多都是开放世界这个看似非必须的追求所附带产生的。而这些东西是能够提高任何类型游戏的品质。竞技游戏里复杂的技能反应链，黑魂里让人震撼的立体地图，新战神的一镜到底，鬼泣里流畅满帧的优化，都要得益于多年来业界对于开放世界的追求和研究。而 Rockstar 对细节的追求呢，也一样有了重大意义。比如在过去，树木、草地等植被随着风的摆动的动画，这种细节是不必要的，它同样没有实际提升游戏的乐趣。但是只要有一个公司对这方面有追求了，就会给行业带起一个好头，就会有游戏享有同样的追求。久而久之，植被的摆动就会成为优秀游戏的标配。而这时候，商用引擎为了打动客户，让游戏公司采买自己的引擎，就会把植被的摆动收录到引擎默认的功能里。因此，过去的引擎开发人员还要自己给植被做摆动动画，而现在基本任何引擎放入了植被，直接运行场景，植被都会自动的随着微风徐徐摆动。开发者不需要再为这个功能花时间了，最多也只是微调。一来可以省下更多时间打磨游戏的乐趣，二来植被的摆动成为了标配之后，进一步甚至能提升游戏的乐趣。而这就是实打实对整个行业的进步。现在几个著名的游戏引擎不仅易用，而且默认功能强悍，甚至只要导入一个场景，设定一些参数，就可以用默认的素材做出一个手感优秀的射击游戏来。这种完善的服务就是游戏业各大公司不断追求细节，而商用引擎为了满足各大公司所带来的正向循环。甚至现在那么多优秀的独立游戏能出现，都要得益于此。设想一下大镖客2里的那些细节，荒野之息里的互动，如果有更多的公司愿意尝试去追求，那这些细节和互动就会成为商用引擎要努力默认提供的，而之后的游戏就会拥有同等级的细节和互动，而开发人员所省下来的时间就能用来打磨和创新更多玩法。不要说整个业界了，就算 Rockstar 本身这种细节也不是专门为大镖客2做的，他们一定是把这些细节做到了引擎里。这也意味着 GTA 6运用这个引擎，这些细节会直接包括在内，而 Rockstar 将有更多时间去打磨 GTA 6的其他乐趣。回到《河洛群侠传》，他们率先尝试把武侠游戏做成体验丰富的无缝开放世界，困难很多，结果也差点翻车。因为其实这些商用引擎并不适合做武侠游戏，很多武侠游戏的特点都需要单独开发，但是带起了这个头却至关重要。如果能有更多公司愿意尝试，那不仅会积累更多的技术和人才储备，国外的商用引擎也会为我们的武侠游戏设计方便的开发套件，最后的结果一定是更加好的正向循环。所以我认为实用主义的确没错，但是有很大的局限。如果看不到未来的发展，那实用的东西或许现在已经足够实用了。那如果几十年前的人也这么想，现在的我们就没有这么好的科技可以享受了。这么看的话，你还认为那些无意义的东西真的无意义吗？